冬天来了，你的帕萨特噪音增加了吗？首先是发动机能启动的噪音会增大啊，这主要是因为冬天来了，我们的机油流速会变慢，然后我们的机油在静止的时候啊，是会停留在我们的油底壳里面的。当你启动的一瞬间，通过机油泵，然后把它泵到顶部，然后再做充分的润滑。那在机油没有到达顶部的时候啊，基本上是靠机件上以前机油形成的一个油膜来进行润滑的。如果你用的机油品质比较差的话，不能良好的形成油膜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干摩擦的状态啊，所以说噪音会特别的大。那当然，机油到达顶部啊，然后慢慢润滑就可以了，噪音就会慢慢的下来。第二个老生常谈的噪音啊，就是我们在过减速带啊，或者说过一个起伏路段的时候，我们的车子是会吱嘎吱嘎的啊。这个噪音主要来自于我们底盘上的胶套啊，比如说平衡杆胶套，还有底盘上的各种胶套啊，因为天冷了以后啊，硬化了以后和我们的钢铁产生的一个摩擦而产生的一个噪音啊，这个噪音也是正常的，没必要去管它。天热了以后自然就好了。当然还有老生常谈的我们的变速箱支架哈，这个电池底下的啊，这个也是一个通病，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。为什么大众不去解决呢？实际上这个是受制于成本的原因啊，在成本受限的情况下是没办法做到啊，既能保证你紧致的底盘、安全的使用和良好的乘坐体验以及噪音的控制的哈。胶套的韧度和摩擦产生的噪音是一个天平的两端。说到这个平衡问题呢，我们又可以来说说我们的刹车噪音了啊。现在天冷呢，很多车主在倒车的时候，第一脚刹车肯定会响啊，会吱的一声啊，烦人哈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？这个我们的刹车片哈，在2017年以后啊，为了保证它的刹车效果，改为了含铁量更高的刹车片，更耐用啊，效果更好。但是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噪音更大。你想想，里面含铁量高了，我们的刹车碟哈，就这个玩意儿哈，它也是铁质的，铸铁材质的啊，两个铁压在一起，它摩擦啊，肯定是会产生噪音的。再因为冬天的话，那我们的刹车片会变硬啊。那这个时候就有人会问了哈，我往前走的时候，它为什么它就没有噪音呢？就比如说这个是刹车片哈，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一直是从这头往这头磨啊，那有可能这边会磨得稍微深一点，这边会磨得稍微浅一点哈。那如果我们倒车的话哈，所有的摩擦划痕我们要往这边磨，往这边磨的时候就属于一个倒磨的一个过程哈。这个时候如果天冷了变硬的话，就会产生一定的噪音，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，没必要去维修，也没必要听修理厂的忽悠啊，我去换陶瓷刹车片。实际上这个问题跟刚刚胶套的问题是一样的，这个就属于天平的两端，你要达到一个平衡，刹车效果和噪音达到一个平衡就可以了，这也是没办法避免的，成本受限。这就好比我们这条轮胎啊，说是静音胎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一点都不静音，但是它耐磨啊，耐磨和静音又是一个天平的两端，你要达到一个平衡啊，那是没办法的事情。那如果说你不计成本的话，是吧？你换一条既静音又耐磨的胎，那肯定是有的，可能成本就要翻几倍。这是我们的后轮啊，很多人还反映一个异响，就是说我们的电子手刹啊拉上了以后，我们人下车，车身晃动，这里地方会吱嘎吱嘎响一下啊，这个实际上是很正常，这是因为我们的后轮电子手刹啊压住刹车盘以后，把轮子给固定了。那我们这个轮子前后是不能移动的了，车身和轮子连接的各种胶套哈，包括有可能我们的刹车片和刹车碟都会产生一点点噪音。那有时候我们车子停在这里哈，电子手刹拉上以后，你把车身摇一摇哈，这里可能都会产生一定的响声啊，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。任何车子啊都是会受成本的控制啊，如果不计成本的话，是可以造出一些完美的东西。天气变得特别冷以后啊，我们的车内也会发生一些翅膀的一些噪音哈，这是因为热胀冷缩，那我们的各个塑料连接件之间的间隙变大了啊，自然就会产生噪音。到热天的时候啊，就会有改善了。发动机和刹车由于天冷而产生一些更大的噪音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是明司机，欢迎关注，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群，一起聊聊帕萨特。